美伊和谈迎来关键人物，退出北约冲入美国日常。特朗普向媒体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退出北约已经被再次纳入考虑范围。从前反对这件事的卢比奥，这一次也站在了特朗普身后，欧洲各国反应不一。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在对伊朗的作战中，美军已获得压倒性胜利，即将撤出伊朗。万斯也终于露面，声称正在与伊朗接触。这一次，北约将走向怎样的未来？万斯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美伊这场战事要走入终局了吗？4月初，特朗普接受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专访，扔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接着他还补了一句话：“我从未被北约左右过，我一直知道他们是纸老虎。”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说要退出北约，他在第一任期就曾多次放话。只是从战略上看，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团结的象征，深深嵌入美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体系中，属于美国的核心战略资产。美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轻易放弃。所以在当时，特朗普的放话更多被看作是一种施压手段，让欧洲盟友多承担责任。但这次是在中东战争背景下说的，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欧洲盟友拒绝了美国的军事请求，所以他释放的这个信号就格外耐人寻味。在美国对伊朗的作战中，法国拒绝美军军机使用起点空运输与伊朗战争相关的军事物资。意大利总理拒绝批准美军轰炸机在西西里岛西哥内拉空军基地降落执行中东相关任务。西班牙直接向参与伊朗作战行动的美国飞机关闭了领空。由此可见，特朗普之所以重提退出北约，就是因为在美国作战时，欧洲盟友选择了有限支持。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就变成了一笔账。美国出钱出人在伊朗打仗，欧洲盟友不仅不帮忙，还关上门不让过路。那美国为什么要继续为一个不帮忙的联盟买单？欧洲不能只享受美国的保护，却不愿意满足美国的需求。理清楚这个逻辑，那么特朗普重提退出北约的目的也就很明显了。这依然是极具特朗普风格的谈判方式。他需要欧洲明白一点，美欧联盟依然很重要，但联盟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要在关键时刻体现出更强的协同与担当。这个逻辑甚至也得到了卢比奥的支持。卢比奥表示，伊朗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北约的价值。卢比奥可是特朗普团队中对北约最温和的人之一，连他都说出这种话，说明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北约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只是退出北约这件事真的有那么容易吗？这当然不容易，因为法律上就有一道绕不开的坎。2023年底，美国国会在国防授权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由时任参议员、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与民主党参议员凯恩联合推动。这项条款明确规定，任何总统不得单方面暂停、终止或退出北约，除非获得参议院2/3多数同意，或国会通过专门立法批准。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后，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真要退出北约，他需要争取到参议院100席中至少67席的支持，这在当前局势中是相对困难的。所以从法律路径来看，美国正式退出北约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就算不能退出，美国依然有大把的操控空间，完全可以继续挂着北约成员的名义，但在实际行动上一步步撤出核心承诺。比如削减驻欧美军，目前美国在欧洲维持着大约10万人的军事存在，从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到英国莱肯西斯基地，这是北约常规卫设的骨干力量。特朗普政府可以启动单方面的撤军计划，将驻军规模砍到象征性的几千人，甚至完全撤回本土。这一步不需要国会批准，总统有直接调动权，或者从北约指挥体系中抽身。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历来由美国4星上将担任，白宫可以不再提名美国人接任，或者干脆退出关键指挥岗位，还可以停止向北约联合司令部派遣参谋人员，这样整个北约的指挥体系都会受到影响。此外还有演习与情报，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缩减规模，降低频次，情报共享可以延迟、降级、打折扣。消息人士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开始讨论这些了。这些操作不需要国会投票，完全在总统的行政权限之内。一旦美国真的这么做，北约就会变成一个空壳。然而，欧洲并未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就这样陷入恐慌。恰恰相反，这一次的欧洲冷静很多。英国首相斯塔默在4月1日回应，英国不会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取舍，他在决策时将始终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重。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科内柳斯的表态更为克制。特朗普的类似言论已非首次出现，
无论如何，德国将继续支持北约这一以集体防务为核心的防御性同盟。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则声称，没有美国就没有北约，但没有北约，美国也会失去一部分力量。他的态度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美欧联盟其实应该是双向支撑的战略共同体。特朗普需要的也是这种双向支撑的关系，单向的扶持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严重影响未来发展的。所以，不管特朗普是否退出北约，对于美欧联盟来说，让欧洲走向自主、承担更多责任，都是势在必行的事儿。特朗普最多是给这个进程按下了加速键。可以预见，未来的美欧联盟势必将迎来新的格局。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是无条件的。过去几十年，欧洲习惯了美国出钱出人、欧洲出地出政治支持的模式。现在特朗普要把这笔账算清楚，你帮不帮我？你不帮我，我凭什么帮你？欧洲则要加速走向防务自主。斯达默已经明确表示要加强与欧洲的防务合作。德国也在讨论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3%以上。法国一直主张的欧洲军概念可能会重新获得关注。北约不会消失，但欧洲支柱必须自己立起来。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一个更自主的欧洲，一个重新审视全球责任的美国，或许能催生一种更平衡、更可持续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不过，这都是未来的事儿。对于目前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的伊朗战局。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同日，发表了一场全国讲话，信息量还是很大的。特朗普先是向全世界宣告了美国的战果。在这场战事中，美国取得了快速、决定性、压倒性的胜利。伊朗海军已经被彻底摧毁，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被极大削弱，武器工厂和火箭发射装置已经所剩无几，核心战略目标接近完成。在核问题上，特朗普直接说明伊朗的核威胁已经被消除。他在稍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以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美国的卫星会一直监控伊朗的核设施，只要伊朗有所动作，美国将会再次出手给予打击。既然仗打完了，军队是不是该撤了？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就是美国撤军的问题。特朗普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范围，就是2到3周之内。这也是此前他告诉媒体的时间。接连给出这样的信号，说明撤军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但是他同时强调，撤军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停火，所以未来2到3周内与谈判并行的是美国依然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同时撤军也不意味着完全放手不管。按照特朗普的描述，一旦撤军完成，美军将根据需要返回，对伊朗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绕不开的话题。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与这条重要航道没有任何关系。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应该自己去海峡取油。这一连串发言仔细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既说要撤军，又说还要进行猛烈打击，甚至特朗普还明确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美军将打击其能源基础设施，很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就是特朗普一贯的策略，一边安抚一边施压，两不耽误。最重要的是这场谈话透露出来的信号，打还是要打，但不再是大规模的打，谈同样也要谈。为此，特朗普还动用了自己的另一张牌。自美伊开战以来，一直隐身的副总统万斯突然出场了。火力军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从2月28日开战起，特朗普的团队里存在感最高的当属赫格塞斯和卢比奥两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赫格塞斯始终是五角大楼的门面，从战略目标宣讲到前线态势通报，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卢比奥也不遑多让，频繁亮相各大场合，为美国的军事行动站台。但是被视为特朗普接班人的万斯却在这场行动中保持了沉默。各大媒体曾密集报道说，万斯在战前就曾对军事行动的可行性提出过质疑。特朗普本人也曾公开承认，万斯在伊朗的问题上与他有一些不同，称万斯没有那么热情。这种立场上的差异直接被最高层公开化，一度引起各方争议。但其实万斯在战争期间活动也没停过，他曾出席多福空军基地的遗体归国仪式，发表关于美军牺牲战士的演讲。这些处境反而印证了万斯与赫格塞斯、卢比奥的鲜明对比。赫格塞斯和卢比奥需要展示美国的强硬，但万斯不需要，因为那是在战争阶段才需要做的事。一旦军事施压到了极限，谈判窗口打开，就需要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主导外交。这个人必须级别足够高，有足够的政治分量。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与这场战争保持足够距离。只有这样，伊朗方面才会相信他是有诚意来谈停火的，而不是来递最后通牒的。万斯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白宫官员向阿克西奥斯披露，万斯反对长期海外冲突的立场，使他成为比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更受伊朗欢迎的对话者。
最近他的出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在特朗普的指示下，万斯在3月31日与巴基斯坦中间人进行了秘密会谈，向伊朗方面传递了2个关键信息：第一，特朗普对停火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的某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第二，万斯发出了警告，特朗普已经不耐烦了，如果伊朗不就范，其基础设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打击压力。他不仅再次出现，甚至直接成为特朗普谈判团队的核心人物。据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特朗普确认参与谈判的团队包括万斯、努比奥、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几个人将深度参与谈判。而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确认了万斯在伊朗和平谈判中的领导角色。到这里已经很明显了，万斯整个战争期间的隐身很可能不是如外界所猜测的一般被特朗普边缘化，而是被有意识地保留了下来，专门用来应对和谈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万斯的登场就说明了一件事：战争形态的切换已经开始了。白宫正式进行从军事主导到外交主导的权力转移。唯一这场战事，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谈判桌上怎么谈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真的会退出北约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